大家好，我是 Tony。我现在在北门的三井仓库，一年一度的大稻埕烟火节今天登场了，所以我今天要从这里出发，走到大稻埕码头，去观赏今年的大稻埕烟火。大稻埕烟火是从今天开始，8月6日到8月30日，每个星期三晚上8点都会放烟火，所以总共有4场，今天是第1场。我就从这里出发，走往迪化街一段，先逛逛迪化街，然后再走到大稻埕码头烟火现场。国定古迹铁道部厅舍，这是市定古迹，清代机器局的遗构。就在铁道部厅舍的后方。北门站2号出口前面，这是市定古迹。原日本时代铁道部第1代的台北工厂。后来在1935年迁往松山，就是现在的国家铁道博物馆。旁边这个也是历史古迹，这边的范围就属于现在国立台湾博物馆铁道部园区了。前面是塔城街的终点，接迪化街一段。我抵达迪化街一段了，不过现在是下班时间，待会可能会蛮吵的，所以我就先录影，不多做古迹的介绍了。迪化街南京西路口这边的历史建筑就有9栋。南京西路251号，从这边起有6栋历史建筑。原永乐町2丁目53番地。永乐市场，迪化街邮局。大稻埕的傍晚，游客非常多，我觉得很难取景。市定古迹，台北霞海城隍庙。香拜天公，不插香拿卡片来。迪化街的店屋被指定为历史建筑，就有50、60栋。那这样子还好啊。前面民生西路左转，通往大稻埕码头。迪化街一段114、116号店屋都是历史建筑。民生西路。这里有好几栋历史建筑，142号店屋，这一栋也是历史建筑。
123、125、127都是历史建筑。这一栋也是历史建筑。156号灵武湖本馆，历史建筑。前面是龟虽街。再出来一点。对对对，然后车子都要绕一下它，车子要经过它还要超车。170、178、180，这里又有3栋历史建筑。其实迪化街的老房子应该都算是历史建筑。那有没有被政府登录为历史建筑，完全是看屋主个人的意愿。因为有一些屋主不希望被登录为历史建筑。历史建筑在文化资产的法规定义上就是暂定古迹。207号历史建筑原广和堂药铺。这是安溪街9巷，这里的4号、6号、7号也是历史建筑。安溪街9巷4号，蔡劲峰古厝。这是安溪街9巷7号，安溪街1巷。这是周宅，历史建筑。安溪街1巷11号，这栋也是历史建筑。我现在往回走，走回迪化街一段。235号，迪化街一段260号，市定古迹，永乐町派出所。274号历史建筑，这一栋278号也是历史建筑。这是迪化街一段著名的10连栋，不过事实上已经都更了。只保留街屋的正面，后面已经是高楼大厦了。也算是在开发与保留老房子之间做艰难平衡的取舍吧。对面329号是历史建筑。这里有10连栋6大3号的简介。所以以前的街屋都有很长的纵深。我现在走在昔日的老房子里面。前面就是台北桥了。
我要从那边前往大稻埕码头。台北桥。现在傍晚6点40分，我抵达淡水河河岸。今天是烟火节第一天，游客应该会非常多，也有搭游艇来赏烟火。我抵达大稻埕码头了。来台北拍什么？商店区大爆满。在我的心里存在。缓缓的远走，来自他人的话语，填满我的深层。我还是走远一点，到人少的地方看烟火。现在人潮众多，请进入水门的民众加快脚步往场内移动，请不要在5号水门停留。我现在走往台北桥。现在7点55分，还有5分钟。我回到迪化街了，大稻埕烟火节，我觉得人海比烟火壮观。不过大稻埕最壮观的应该是迪化街这边的历史街屋，烟火只是锦上添花而已。那我今天的大稻埕烟火节之旅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收看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影片下方的文字资讯栏里面有本次旅行路线的 Google 地图网址连结，欢迎您点选网址，打开地图作为旅行的参考。